2026才刚刚开年，来，我们请导播给大家看这一段画面。金正恩真的是宠你宠上天了，在这个镜头之下，全世界一看，哇，都会觉得金正恩的大位交棒给金主爱，板上钉钉了吧？休战起来，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还有拉个女人，谁？她的姑姑金宇正。金宇正最近突然突破了北韩的禁忌，他去收下了俄罗斯送上的画像。哇，你看看这个画面，俄罗斯用这个禁忌礼物告诉全世界，金宇正才是他们眼中的准接班人。至于刚刚那个小朋友，就只是小朋友而已。金正恩的核按钮到底会交给谁呢？好，金正恩现在正在布局什么？他在悄悄布局他的第4代的接班大局哦。好，先来看这张照片。我跟你讲，我最爱看就是北韩官媒所释出的照片，因为他永远不是在讲当天的仪式的事情，他永远是在讲这张照片背后的真正意义。好，这个是呢，当天好，金主爱是陪的金正恩到了锦绣山的太阳宫去谒礼。2026年的1月1号，他们正式出现在这个场合。对，好，这个我们要来看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看2个位置。第一个位置是他们所在这个场合的位置，第2个位置我们要看金主爱站的位置。这个场合在哪呢？太阳宫。太阳宫是什么地方呢？这个是放他的阿公哦，金日成跟他的爸爸金正日的遗体的位置，这是前领导人遗体所在的位置。所以太阳宫被视为是北韩的权力象征，还有他们金氏血统的源头。因此呢，你要站在第1排，在1月1号去参加谒礼，拍谁哦？你一定要是北韩的正统领导人立在五足给。好，这就表示了已经证实了金主爱血统的正当性了，这是第1点。第2个是我们来看金主爱站的位置在哪呢？大家都说 C 位嘛，对不对？但你看哦，他站在爸爸金正恩跟妈妈李学祖的中间。哎，这个等一下，国家领导人是金正恩呢，是要站 C 位也是金正恩，对，应该是他跟妈妈把爸爸包在中间才对啊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2个字应该改一下了。金主爱他不是陪同金正恩，他是出席这个场合才对。搞得一副他是领导人啦。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位置真的是藏了非常多的细节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前一天，12月31号2025年的时候的这张照片，也藏了非常多的细节。好，这个是北韩的新年的那一天的这个晚会啊。好，金正恩带着他的太太李学祖，还有他的女儿金珠爱一起来看表演喽。但是这个场合当中，大家也注意到了吗？同样的，跟1月1号的场合位置一样哦，金主爱在中间，他是出席这场表演，同时北韩的官媒他的镜头也做了跟以往不同的位置啊。以前呢都是金正恩在中间的，太太老婆在旁边，但是现在正中间是金主爱喽。所以这件事情默默的在发生，默默变成自然，默默变常态。过去金主爱这个小朋友，他暴风式的拉长，为什么？他都蹭在爸爸的旁边，主角都是他爸爸，他只是哇，找你来看核弹的这个发射的场啊，找你到最机密的地底的这个穴道去看所有国家的机密，他的出现已经是新闻了。是，现在不只是他出现，而是他站在C位。很不寻常啊！而且勋相哥，你知道吗？更有趣的点是呢，你继续看这张照片哈，李学祖在哪里？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在旁边。好，再来看这张照片，同一个场合，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已经被镜头切了一半了哦。再来看这张照片，同一个场合的另外一个角度，妈妈是完全消失。所以他这3张北韩官媒在告诉你什么？他在告诉你说，第1夫人是谁不重要，第1夫人的王后是谁不重要，重点是他们是妇女，所以公主才是未来的重点。因此再都在跟你解释说，金主爱就是未来第4班的接班人了。这张照片我注意到了，你刚刚留着这边没去讲，这个好好说一说。这个是官媒，是他的官媒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亲昵的父女之间的交流，他去亲他爸爸的脸颊，这在北韩极罕见了吧？我跟大家分享哦，其实，在北韩它是一个非常传统而且保守的一个国家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女儿去亲金正恩爸爸的这个侧脸，你知道这个画面哈，这是北韩的官方媒体所释出来，它绝对是经过允许，而且它是故意要让你看到的，你知道吗？一定有很多的北韩的这个阿朱玛看到就觉得，你知道拿手指把眼睛挡住，不
敢看呐。但为什么金正恩故意要让你看呢？他就是要让你看到这个画面，因为如果这两个人没有血缘关系，拍谁那真的是不正当，真的很奇怪。但因为两个人有血统的，所以这些画面，他亲吻爸爸的画面。再来，包括这个场合哦，金主爱跟爸爸两个人靠得非常的近，而且这是一个饭店的竣工仪式，他搂着抚摸着爸爸的腰，然后两个人呢壮士亲密的交谈。这个画面也是北韩光媒刻意要让你看到的，他要告诉你说，金主爱是我的女儿，我们两个的血统有合法性，所以他再都要告诉你说，金主爱是金氏家族的第4代接班人。你看，牵牵小手。搂搂爸爸的腰，最后甚至跟爸爸亲吻脸颊，如此亲密的父女的这样的一个交流，大家一看完就知道说哇，所以接下来 N 年之后交棒给金主爱，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很多人最近都在讨论一个整形议题，说金主爱跑去整形了。我跟大家分析哦。北韩的领导人的女儿去整形，跟我去整形那是完全不同的议题。我去整形，我怕老，我想变漂亮。但是大家有注意到吗？金主爱几岁？他13岁耶，而且北韩领导人他默默神隐了3个月。我把它定调成是金正恩在对金主爱做人设角色的重新设定。他才13岁而已，你跟我讲他要去整形。如果好，我们今天设想一个13岁的小女孩，她要去当第4代接班人，北韩民众会怎么想？她还是个孩子啊，所以金正恩他在做的事情是，我要去金主爱的稚嫩化，所以他每一个整形都在扣去稚嫩化。所以整形是让他长得更能够驾驭，更赶快的长大。这2张怎么分？哪一个是整形前，哪一个是整形后？非常明显的看到呢，这边是脸颊比较丰腴的地方，另外这边来。这个棱棱角角的线条已经出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年轻才有胶原蛋白，才有 baby face， 对，所以他刻意让它变成成熟，他要大人化，所以他的五官去做了细微的调整。另外还有包括什么？这个是脸型，再来是还有造型，他会把你知道出席场合他会穿什么？黑色深色的长大衣，再来跟爸爸一样穿着黑色的皮衣，他都在帮金主爱做大人化的设定。我们再来看看哈，现在就是说金主爱看到这个地方会觉得哇，那他没有竞争者了。但修蛋姐，你要来看看金氏王朝的另外一个女人，她的阿公金宇正。他出局了吗？没有俄罗斯不同意嘛。好，那就来看了，你知道吗？金主爱他的硬伤在哪？为什么会有姑姑金宇正的角色出现？因为他的硬伤就在于，第一，他还没有成年，他没有办法在此时此刻正式接班；第二是，他没有军功嘛，所以你说党内的军事这些高层，他能够服吗？他服气吗？好，这是2个金主爱的硬伤。那谁能够补足他的硬伤呢？就是他的阿公金宇正了。现在我们来看，其实俄罗斯他怎么做？他其实已经表态了，他送上了这幅禁忌的礼物啊，金宇正的画像。北韩有一个传统，你不是领导人，拍谁哦？你不能够去接受你自己的画像，那你不是跟天借贷？对呀，你会被认为什么？你会拉帮结派，再来下一步你就要造反了嘛。好，那金宇正能够拿到这幅画像，表示金正恩默许再来，金正恩有授权喽。那我不懂哦，所以今天这个金氏王朝的2个女人是互争吗？还是不？金正恩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最后接棒的会是女儿，由姑姑来进行辅佐她呢。好，金正恩如果他在明天不小心传出了其他比较震惊的消息之后，他的72小时之内会如何发展呢？第一，金主爱会是北韩领导人，这个招牌已经确定了。第二，他的姑姑金宇正就是辅佐金主爱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因为他是全世界能够对外国来做呛虾，然后对国外来做发声的人就是金宇正，所以将来这姑侄2个人会守护金氏王朝，因为金正恩早就想好了，他的金氏血脉绝对不能断。好，我们听到这个地方，我要请导播给大家看这一段画面，看完川普下巴要掉下来，直升机。中国来告诉我们，北韩不是在美国的长期经济制裁之下，为什么会看到这样的一段画面？直升机耶，违禁品也就算了，你居然可以买得到美制的特战直升机，一架也就算了，一次弄来80多架，哇！金正恩干嘛？用你的魔法对付你的魔法所以美国对这个金正恩可以说是恨之入骨。为什么？你偷我钱然后你偷我钱，你再去跟我买我制裁你的东西，是，而且还买到了非常敏感的这些具有我们说的武装的这些直升机哈。那来龙去脉是什么？FBI 已经开始在调查一个叫沈贤宪的人，你知道沈贤宪
FBI 怎么称呼他吗？说他叫做暗黑银行家，洗钱之王啊！哦，我把他手法稍微介绍一下，他呢就是照这些我们讲的骇客或者 IT 特工，然后去窃取你的加密货币，窃取完毕之后呢，他再把它分散到很多的数位钱包，这样子就被打散了嘛。但打散还不够，他再把这些数位钱包交到中东人手上或中国人手上，然后再叫他们去兑换成美元，最后再把美元汇到他们北韩在香港成立的这些空壳公司，但是都是金正恩管辖。哇！这么多防火墙与断点，你当然要很难追啦。那这些美金就很好用啦，因为已经变成空壳公司的账户，就可以换成美金，那就可以逃避国际制裁。是，结果就这样买到直升机了。好，那沈贤宪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哦。据说在北韩像沈贤宪这样的角色有50个哦，所以你一个沈贤宪就已经帮他洗了23亿台币。就像你帮我算一下，50个沈贤宪可以洗多少？洗100-200亿台币，就是差不多数十亿美金。你刚刚提到买这个直升机，我突然警铃大响。为什么？我们看到了金正恩的豪车怎么进来的，都是国际大头条了。一部豪车 Benz 怎么进来的？不知道。结果他这个直升机又是怎么弄进来？这是军武等级了呀。对，那我就带你去看一段影片，更可以唤醒大家对于北韩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东西的印象。就是这一段。这段影片呢是在2013年的时候，当时啊他们在阅兵的时候，怎么美国人看到下巴落也还啊？你怎么会有我们 MD-500的这个直升机啊？你知道，其实 MD-500直升机它虽然是做地面观察用或者是紧急救援居多，可是如果你一旦挂上火箭炮以及机枪，你就可以变成武装了。这个就是特战等级的直升机。那美国落野还有第二个原因啊，除了被你拿去改装之后，这是我们家美国的飞机之外，你怎么有那么多架？有我刚才说的80几架。好，揭秘，原来就是有一个德国的不肖商人，他跟麦道去订购了102架的 MD-500直升机，又叫做小鸟或者是飞机弹啊。然后订购之后呢，其中我刚刚所说的这80几架呢，就先秘密的交到了金正恩的政权。原来他们都是透过俄罗斯的货轮运到金正恩手上。那到底要怎么去抓这些，不管是隐藏在职场的数字货币骇客，或者是像这种洗钱之王呢？很简单，他们现在美国 FBI 既然发现了这些隐藏的北韩特工，很可能都会跟小小兵扯上关系。小小兵，对，原来因为北韩人非常喜欢看小小兵这个动画，就连金正恩他老爸也都是动画之迷呀。那他们呢就会常常在自己的一些社群网站或者是社群媒体、社交媒体都用小小兵的元素去做他们的昵称。这时候 FBI 就会找上门，也许用这样的方法，只要跟小小兵扯上关系的韩国人士 ，FBI 就可能会锁定他。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，俊相又来了，谢谢大家，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，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，多不容易！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，他在播的时候，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，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，真的无限感激。最后，我要跟大家瞪眼看，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，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。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